在隔了1个月之后，嗨八总算是亮相了，299的3模全 CNC，还送80颗轴，这个配置啊，算是直接顶到天花板了。嗨75作为铝坨坨前任的扛把子啊，加上嗨75和嗨八的配列基本相同，肯定会有靓仔靓女就很好奇了，自己是买这个199的嗨75好呢，还是加100块钱上299的嗨八好呢？本期视频就针对这个问题和大家聊一下，这两款键盘有哪些升级点，在这个节骨点上，嗨75还值不值得购买？那首先两款键盘放在一起，因为外壳处理工艺的不同，外观差别还是蛮大的。嗨75为压铸喷涂，嗨八则是全 CNC 的阳极氧化喷砂，在一些充电口附近啊，折线比较密集的地方可以看到。嗨75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些喷粉的堆积，嗨八则是做的非常干脆利落。虽然话是这么说啊，但阳极氧化也有自己的缺点啊，氧化出来的颜色因为每个金属件在值日中高度的不同而会产生一些轻微的色差，所以嗨八细看的话，上下盖确实会有一点颜色不一致的情况，这也是这个工艺非常难避免的一些情况。配列方面，两款键盘都是75配列，嗨八取消了功能区的间隔，并且方向键没有做下沉。那这一点算是有好有坏吧。有些观众可能会觉得这个间隔没了比较迷误触，个人还是蛮喜欢这个改动的，整一个观感会更加的统一。至于在其他的一些细节差异方面，嗨八这一次并没有沿用嗨75上面这一颗几轮旋钮，使用起来就没有嗨75上面那种咔嚓咔嚓的爽感了，刻度感的话是稍微的偏弱一些的。好处就是这样的旋钮无需保留中间的按键位置，旋钮的观感一致性会更加的好，也是为外观服务的一个设计。在外壳上的另一个区别就是边框啊，嗨八在正面有一个15度左右的大切角，经常会和手接触的地方也做了倒角过渡，嗨75的倒角就相对的会少一些。从侧后方看过去啊，两者的差别还是蛮明显的。那另外呢，键盘翻到背面啊，两个嗨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毫无关系。嗨八突然走起了国风路线，中间是一块盘龙的金属装饰板，中间还有一块高亮的金属名牌，和嗨75上这一个英克的土星 logo 比起来，精致程度上还是要高上不少的。两者不包含脚替的前高啊，这里给大家简单的测量一下，嗨八会稍微的高一点点，但两者都在21毫米以内啊，都算是一个比较能接受的前高了。当然外观还是一个比较主观的因素啊，不知道大家会更喜欢新款的嗨八呢，还是会更喜欢老款的嗨75，也可以在公屏上投个票。接下来就是这两款键盘最主要的区别，嗨八这一次总算是支持了3模连接，那早在嗨75上就有很多人在问啊，为什么没有3模版，一直很希望嗨75能迭代一个3模的版本。那莱奥博德也算是变相的完成了大家的心愿，但是因为铝合金啊会对信号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遮挡，所以嗨八在顶部这一小块，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啊，有一个专门用于传输信号的发射天线，在拆开之后也可以看到底部是专门走了一根天线连接这一块位置的，所以在实际的游戏测试中啊，11毫秒左右的延迟表现，对于一把3模的铝合金键盘来说，能跑到这个成绩啊，可以说是相当优秀了。接下来就是拆解对比，两款键盘的内部填充基本一致，中间是 PROM 材质的夹心棉轴下垫，底下是一张透明的升油垫，底面同样是 PROM 材质，还加了一张塑料片起一个绝缘作用。嗨75和嗨八最大的差别就是嗨八的板环结构是设计在 PCB 上的，就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改动的好处是因为之前嗨75上定位板偏软，插入的时候一方面不好受力，那另一方面就是很容易让 PCB 下陷，导致轴体很难插到位。在我实际的组装体验中，嗨八的插轴手感确实会比嗨75更加的扎实一些，容易一步到位。轴体我使用的是嗨八前1分钟下单赠送的一罐芭比轴。为了让大家做一个参考，嗨75也更换了同款轴体。以下是两款键盘装好轴体和键帽之后的重量，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接下来还是一段打击啊，键盘这个东西好不好，大家还是耳听为实。好了，看完了以上这些对比，相信大家对这两款键盘到底该选择哪一个已经心里有数了。那其实嗨八和嗨75的内胆声音表现是十分接近的，
RGB 版本的 Hi75是219，要加89块钱就可以变成3模的 Hi8。单看性价比的话，那 Hi8还是非常香的，并且有首发赠送的80颗轴体。当然，如果你说你就是不在乎键盘的无线连接，那觉得声音好就够了，那就没问题。那 Hi75的内胆同样是非常优秀，也可以满足你对声音的需求，同时还能省个小100块钱加人的饭。好了，那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点个赞、点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